大家好，我是在北美生活的方霞。在秋天晴朗的日子里，我们全家决定去山里远足。因为带着6岁的小朋友，所以我们计划远足的时间不会太长，大约1个小时左右，以免孩子太累。但实际上，当我们全趟从山里走下来，却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。这当中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想分享给大家。我们这一次去的是哈里曼州立公园，它在纽约州的上州，靠近新泽西，离曼哈顿开车大约1个小时20分钟左右。哈里曼州立公园是由一个叫 Harriman 名字为首的富人，为了阻止联邦政府在此建造监狱而购买下土地以后建成了州立公园。这个公园的建立保护了公园附近一大片的自然景区。这个山和著名的大熊山紧邻，所以在这个山上也会有狗熊出没。这一次就看看我们幸运不幸运，能不能碰上狗熊吧。大家的车都没有地方停，全都停在了马路上。我们现在只好找一个马路可以停的地方。在左侧。我们很幸运，前面有一辆车正好要走，所以我们就等一等它的位置吧。停在它的那个位置上是正合适的。我们很少有机会把车停在公路的旁边。其实我们停的地方呢是紧急停车站，而不是真正的停车场。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停车场太小了，所以大家只好把车停在了这个公路旁边了。我们现在到的呢是哈里曼公园的其中一个入口，它的名字叫 Rivers Meadow。 它其中还有一个什么呢 Visit Center， 就是乘客的咨询中心，你可以在那儿得到一些信息。就是现在这个石头做的小房子，远处的这个是它的停车场，看上去很小。这个是山上的地图，我要用手机把它照下来，因为进了山以后手机的信号就不太好了，为了避免迷路，所以最好是能够把它照下来。这个小房子的右侧呢是厕所，然后再往前，它居然还有卖冰棍、卖饮料的一些自助贩卖机。它的后面左边呢，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顾客咨询中心。那右手边有一条路，这就是入口。这里有个更清晰的一个图。我们河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就进山了。哦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树上有红色的标识，我们就要去找这个红色的标识。没有分开的路。对，我们现在要走这个红色的这条路。这样子。这个白色标识是指着说这个train已经从现在开始，那我们往这边走呢，就是红色的路了。看这个大树上有红色的标识。再往前找吧，我们再继续找标识。为啥这条路有这么多棕叶，这么多灰色，没有那么多红颜色呢？是个红颜色的路，这个为什么没那么多红颜色呢？它你隔一段距离，它就会给你贴一个红色的标志，它不会每棵树上都贴。这条路没那么多红颜色。但是因为还没有再到深秋，等到深秋时候可能就更漂亮了。这里。给。哦，谢谢。你看这个树叶已经变红了，已经是个红色的树叶了。可是我可以听见了。你听见水声了是不是？我快到我们看着小河了。你能找到下一个标识吗？
下个标识就在这儿呀。没错，下一个红色的标志。那个白色标识呢？没说，好久都没说往前走还是往哪边走了。对。下个白色的标识呢？因为这里已经看到了刚才看了河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地方。嗯哼。好，等一下，来看看这个小溪，哇，很清澈的溪水。非常清澈的溪水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原始的小木桥。啥都不在，这底下都不是水，这里面都不是水呀。会让人家往下走，再往上走吗？会像爬山一样的。我想雨多的时候它可能就有水了呢。它现在雨不多，所以还没有水。这个时候往哪里走啊？这里有一条路，这边也有一条路，走哪一条路呢？这儿有个小虫子站在我眼睛上。啊？让我看看。来看看上面。没错，真的上面有个标记。红颜色的，是红颜色吗？对。走对了。走对了，找到另外的一个标志。快点，小哥。这回红色的标志呢，它不光是个红色标志，它还提醒我们要往左边拐弯了。它有个虫子在我耳朵旁边，扇一扇它。哎呀喂，好陡呀！是呀，哎呀喂。如果我们走河旁边，那就太好了。走河旁边可能就不好走了呢。看，这就是河旁边。这里的路真的很原始。哎呀喂，这还真的不好走呢。踩到那边去，对，好，踩那里。当心，当心。当心！你要当心啊，当心啊！这路好陡呀。好陡，不太好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有个小湖。蹦着去游泳。我猜夏天真的可以在这游泳呢。其实我们夏天可以到这来玩水了。有点脏呀。有点脏呀，没关系。顺着这个红色的路线，这条很原始的小路的右边呢是高高的山，左边就是这个。又分路了。Hello. Hello. This young man's having too much fun. Smile. He's working at it. 大狗狗说 ：“Hey, how are you？” 嘿，他想吃相机。是他想吃相机吗？你知道吗？他就想舔一口这相机，或者闻一下。他很好奇，他对我这个相机很好奇。不是每个人都说他闻呢，我听人都说但是这个红色标志让我们往上走的，这里有一个小桥，可是我们要现在往这边拐，往上面走。这个红色的标志。这儿为啥有个这个 GTK 200？
难道是让我们从这个中间穿过去吗？我猜应该是让我们从这个中间穿过去的。没有啊，这边走。你看它这边的标志要往这边走，然后这边还有标志往这边走，那他们俩的中间不就是在这儿吗？不是，这个标志是给人往这边走，这个标志是让我往这边走的。那我们往哪走？这边。这边。往左边吗？走小桥吗？这样。这个是回来的时候看的。是吗？我们看的是看我们方向。好。这个写的什么字？小桥我看起来不结实。不结实吗？那我踩踩看。有点非常结实。不结实，我刚才听见一点声音。没问题。听见吗？嘎吱嘎吱的声音，木头的声音。没那么结实。哦。这回又有个标志呢。我们现在已经在爬到半山腰了。就当这个桥，然后和 W 一块用的。嗯。远然后处 B 着走 W，然后过下桥，然后再走 R，再回去 B。为啥呢？不然就 B 自己一个桥吗？哦，这有一个红色的标志，我们就专门顺着红色的标志走。没感觉怎么爬山，但是看远处那山的脚底下，好像我们爬的还挺高的。这里有很多原始的木头都倒在地上，可能是哪一天下大雨的时候，然后它们就被雷劈了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就会被倒下来。这是一个最原始的森林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路。在山里跑步啊？多危险！是呀，这不容易被石头绊着摔跤吗？刚才我也是跑步，很原始的、很漂亮的树根。各种各样的老树根随着这棵大树长。Aside from the general macroeconomic negatives that would cause that. But if you're going to buy a house. 这里的路已经非常的原始了，几乎没有看不见路了。我想照个照片。好。OK。好。不走开。
这有很多的大石头，几乎已经找不到路了。因为这个山特别的大，所以在山脚下停了那么多车，可是真正到山里了，几乎碰不到几个人，偶尔会碰到。没有看见水，但是呢，已经可以听见哗啦哗啦的水声了。我想应该离着这很近了。这里有一块非常大的大石头，超级的大。到了，这里应该已经到了。我想过河嘛。啥？来过河吧。当心啊！是不是冰冰凉的水很舒服啊？不脏，非常的清澈，那个水。能，走了。看这种网。马上就到了，这离1个mile就到了。离1个mile就到湖了。那就是湖了，这是。我觉得这是湖。妈，还没有。哇，往看里边走。远处的湖。看见了一个湖，走了大概1个小时20分钟左右，终于看见了一个湖。Yo, Josh, yeah, you're only like 6 feet from the water. What? Like 6 feet from the water. Josh, I'm coming! Why don't you just go in? Yo, get Marina and Ryan. Yo! You're literally 3 feet above the water. Yo, the kid just said you're literally 3 feet above the water. Jump in! Except there's rocks right there. They want you to jump. No, I think they want you to jump. You guys want me to jump? Jump. 有2个人在对面的石头上。然后他们，从石头的顶端爬到了中间的岩石上，然后他们爬不上去了。然后下面呢，因为就是水，这个湖水还蛮深的，所以他们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别的方面呢？我们离开了那个湖，没有再继续等那2个年轻人，看他们是怎么从那个大石头上回到对岸的。因为时间有点晚了。所以我们担心我们下山的这个时间不够，但实际上，当我们走山路走到一半的时候，那6、7个年轻人又赶上我们了。出于尊重，我没有拍他们的照片，特别是其中2个年轻人，他们没有穿上衣，只穿着运动裤，
他们的旅游鞋和袜子全都是湿湿的、脏脏的，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游泳游过来的。我们这有好多草地呀嘛。即便是这样，你看他们的背影，他们也能感觉到他们是很快乐的跟同伴一块儿在下山的路途当中，所以当时感觉年轻真好。当然，我也让我的孩子们学会游泳，万一有这种突发状态需要跳进水里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一定要学会游泳。哇，这个地上的这个路，全都是树根，各种各样的树根。我这有好多草地，河还边有好多蚊子。幸亏你把长裤穿上了。蚊子老在我脸上跑呀跑。扇一扇它。我感觉像有蜘蛛网在我脸上。也是，那是从哪里出来的呢？它生跟carbon oxygen 反应 react 所以很快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走回去了。从那里走小心点，很滑哦。下山的路比我们想象的要崎岖，也比来时的路呢花时间更长。但是唯一不同的是，当夕阳照进森林的时候，那种美景是来时所没有的。终于快要走到入口了。下山的路口，人们也开始慢慢变得多了起来。快到傍晚了，大家都开始准备下山。夕阳西下的景色又和我们来时有所不同。不管任何一个时刻，都能感受到各种不同的美，是大自然给到我们的最好的礼物。我们开着车翻过山，沿着哈德逊河向南走，看着窗外的美景，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请为我点赞并订阅我，咱们下一次再见。